哈喽啊，各位好兄弟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哈。但今天呢，咱就讲讲，就是我当年是怎么样，就是入行搬砖，然后呢又碰到哪些机会，然后搬砖赚到钱的。当时这个最早之前吧，当时得个18年左右，我记得18年年底还是19年年初的，具体忘了。当时呢，EOS 上 EOS 这个链上，当时这个 DeFi 嘛，当时咱也蹭了点热度来玩这个 DeFi。为啥不去以太坊玩呢？因为那个年代以太坊上交易一笔啊，你这个那时候很夸张的，当时以太坊上交易一笔啊，就得价值200U 的 ETH。哇，当时因为那时候 DeFi 特别火爆啊，当时真的是交易不起，所以当时就来EOS 上那个手续费。当时最早的时候吧，当时在EOS上只知道这是个交易所，但具体干啥咱也不知道啊。当时就慢慢熟悉嘛。当时最简单的逻辑，当时就是，比如说你买1000U 的 EOS， 然后呢，最早之前可能一些老玩家知道，有个交易所叫京交所，这个交易所非常好玩，就是它是可以用EOS钱包直接连接交易所啊，就用EOS钱包相当于它的账户啊，就连接上之后，它就可以上去交易了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就开始了，一看1000U，比如说对这么多 EOS 上去一看，哎呦我操，能赚$5啊！兄弟们记得啊，这个是$5啊，不是$50啊。你像以前的拧螺丝，对不对？拧螺丝啊，一天赚150块钱，大概就是$20吧，20U啊！你这个东西搬一次赚5U。你知道当时对我们这拧螺丝的人来说，这个震撼不亚于发现了一次创业的机会。然后当时就是白天拧螺丝，晚上干搬砖。当时一天吧，我记得最早开始的时候，一天能赚个40U 左右，也就一天搬10次吧。因为之前这个不太熟悉嘛，一天搬10次赚40U。我靠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，这他妈比出去是吧，兼职强啊，比摆地摊还强啊。然后呢，就当时是白天上班啊，就晚上兼职干这个。你慢慢干熟悉了嘛，这东西越干越熟悉，最后呢，一天就感觉能赚100U了。那时候就果断辞职了，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全职搞币圈了。然后在币圈呢，也啥都没干，还是搬砖。当时 EOS 吧，当时是我记得是有一次大暴跌，大概跌了多少呢？应该是从那个，反正跌到了0.25，还反正0.2左右啊 ，N 年之前的0.2，那可是，不是0.2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跌到了1点几美金啊。当时以前呢，当时刚入圈嘛，那时候经常说什么 EOS 3浪到500，当时就觉得我靠，跌到这个价格已经很夸张了呀，对不对？然后跌下去之后，当时这个热度之后就不在EOS上了，他当时是跑这个以太坊链上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研究以太坊搬砖了。当时用什么交易所呢？对吧 ？UNI 什么的，但当时也没用，当时就用一用寸。当时为啥用一用寸呢？啊，这个为啥不用 UNI 呢？因为一用寸啊，它这个之前吧，它是质押可以退 gas 费，比如说。我质押这个1万个 ERSH， 它能退75%的 gas 费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当时是我靠，当时是$200啊，它能一下就退个是吧？一下退个150多美金啊，对吧？差不多吧，就是这个就很夸张了啊。然后当时就开始研究这个以太坊上的搬砖了。当时那些年代，当时DeFi特别火，热度比较高。当时就是手动搬砖，手动搬砖怎么搬的？就是那个啊，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个叫 UNI， 手动搬砖怎么搬的？就是 UNI， 然后呢，币安呢打开2个页面，还不是一个页面啊。一个页面放在 UNI 上，另一个页面呢放在这个 ETH 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在这个价格，比如说买一个 ETH， 然后这面呢 UNI 能兑354.04个，354.04个。
因为这个为啥往下减呢？因为咱都是买卖单，这样市价比较好成交，对吧？354的对的。你看这个币安这个有点毛病嘛，它不显示，它只要不登录不显示这个。咱不用币安了，咱就用这个吧，反正都演示嘛。354.02，354.02，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反向怎么看反向利润呢？把它弄上去，354.04，差不多吧，2693，0.967，哎，这样它就可以计算另一个方向的利润，对吧？它就是这样，当时很简单，没啥这么特殊的要求啊，还专业什么的，就这么守着价格。那比如说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能赚钱呢？就永远涨了，对不对？它咣一下，5分钟，噌一根针上去了，对吧？像这种歘上去了，然后呢，你这一看，只要去掉手续费，能有钱赚，那就这么搬，对吧？这就是从那开始之后呢，就开始研究这个以太坊链上的手动搬砖了。就这一个搬砖搬了大概2年的时间啊，全手动搬砖。然后当时其实这种搬砖吧，它其实真赚不了多少钱，因为你想想，那你一笔你就打比方，你就让2以太坊能赚$20，那算很牛逼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天交易个10次赚$200，你像在那时候钱少的时候都觉得哇，这是$200啊，我天哪！一开始这样，然后呢，当时就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，啥机会呢？当时就是孙哥呢有个币叫 BTT。他呢，当时也是搞个什么2层网络，叫 BTT 的那个网络，然后呢，他给这个跨链到以太坊链上了。BTT， 哎，这儿，他现在吧是没池子了啊，可能是才40来万池子，当时之前呀，那是400、500万的池子呀，当时孙哥是撤流动性了。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，像这种啊。现在是这种很多这种 EVM 机器人啊，在上面去交易啊，赚这个钱。之前没有，之前没人跟你抢，就是这个币啊，你只要能赚到，那就是只要能搬，那这钱都是自己的。但是为啥没这个当时竞争的人少呢？因为这个币啊，它稍微有点那个门槛，它有个就是有个需要跨链啊，它不是说就是说直接就能搬走的，得跨链。当时呢，就是。哎，看没有，这是桥。比如说你当时在币安嘛，对吧？对，当时在币安买了这个币呢，给它提现到 BSC 网络上，因为它提不到以太坊链上。然后呢，提到 BSC 网络上之后呢，再从它跨到这个以太坊网络上，对吧？从这个。BSC 跨到这个以太坊，或者是从这个波场也可以跨到以太坊，就是需要加上中间这么一步，加上这一步呢，所以说这个很多机器人呐，他们就不会来搬啊，这个东西就稍微就是当时想出这一点来，啊，最后光靠这一个币，当时他池子特别大嘛，当时一次可以交易多少呢？甚至都能交易4万 U 的，4万 U 的一次能赚多少呢？就能赚1%。我靠，兄弟啊，这4万 U 赚1%啊，一次赚400 U。然后呢，一天能搬多少呢？能搬10次，因为之前这个币啊，当时有段时间波动，它这个币是偶尔一段时间波动会特别的大。你像这种一天是吧，涨200%的，那当时搬一次砖呀，你想想，你涨多少就差不多这个能赚多少嘛，差价。然后这个币呢，大概搬了这个3个月左右吧，3个月左右。然后呢，确实是靠这个币上赚了不少钱。然后再往后呢，就找这种类似的币嘛，是吧？各种币只要能搬的，咱都加上，然后呢，都疯狂一顿搬。再最后发现个什么机会呢？就是这个叫露娜崩盘嘛，这个很多人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是吧？这个露娜崩盘呢，当时也是运气好啊，当时中午刚睡起来，啊，坐电脑上一看，哎呦我操！ UST 什么这个 UST 这个本来都是$1嘛，已经拖到$1以下的，不脱毛了嘛？
但是它那个机制呢，就决定它脱毛，所以说你在链上用 UST 兑换的 Luna 越多。所以当时呢，当时那个搬砖真的是特别简单，可能很多人因为没太研究这玩意儿啊。当时最简单方法就是你在交易所买 UST， 当时大概是一开始是0.9吧。你买这个，比如说1万个 UST， 然后呢直接提现到 Luna 这个链上来，提现到链上来呢，你直接去这个交易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呢用 UST， 然后呢兑换成 LUNAC 手让你这样对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你拿1万个，它兑换出来这个数呢，大概就是啥？就是能兑换多少钱的呢？大概就是这个1至这个 UST 现货这个差价的这个能赚这么多。那比如说1美金 UST 是这个0.5，那你可能这一笔啊，你去掉花点，理论上能赚0.5，实际上能赚0.3左右，0.3左右。你像这0.3是30%的利润呢，对吧？你拿1万美金，只要这么搬一次，你就能赚3000美金。然后那不就来了吗？这东西只要比谁这个提现速度快，你就哐哐一顿搬行了。当时很简单，当时你一看这种机会，你还什么这那的，就是你这次搬1万啊，赚13000，你下次用13000这么搬，然后呢等于13000乘以1.3，对吧？它就是一直这么滚下去的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你要搬这么 N 次之后，你这个钱是不是它越滚越大？因为按次数复利啊。当时就搞了这么一波吧，确实也赚了一点钱啊。然后当时也有个段子，当时我那个发小的一个哥们儿跟我一块干，他当时跟我说，当时全网啊这个 UST 和那个啥都已经关了。啊，都已经关闭重提了。当时我哥们说，你要不咱上面还有个价值2万 U， 当时0.5我记得是有个4万个吧。说你要不买点 UST， 反正咱已经赚到钱了，买点留个纪念啊。我当时是吧说不行，咱们的原则就是不能玩现货啊，这2万刀干啥不好，对不对？坚决不买。如果当时在链上买了 USTC 啊，我天，你在交易所大概能卖2000多万刀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就是各有各的好啊。然后再往后呢，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搬砖呀，其实也没啥说的，就全是靠之前的几波运气好，然后赚了点钱。包括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是在搬砖啊，就搬砖套利啥都做。所以呢，这大概就是我这个故事的这个经过吧。所以说就是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啥呢？这个钱不是现在赚的啊，这个钱不是现在赚的，不是现在赚的啊，之前靠运气赚的，之前靠运气赚的啊，现在呢，之前呢不是靠运气赚的，所以说跟我这个个人能力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这是最重点的啊，不要再纠结什么赚多少钱什么了，这是以前运气好的时候赚的。现在往后呢，就是说找套利机会啊，然后呢赚点稳定收益，啊，这是咱们的终极目标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以后呢，咱就是有时间呢，也会多分享这个就是我能发现的套利方法吧，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个最关键是啥？我分享的都是一些最简单、最基础的套利。啊，套利很多在币圈玩的这种多年的人吧，大家都知道的方法啊。我的优势是啥？我的优势是因为我每天在币圈，我每天这个大概16个小时吧，当时都在电脑前，所以我呢就是比大家时间多那么一点点，就这样啊，一点点。所以呢，真的别太纠结这些问题了啊！这是咱这么多年核心的逻辑就在这儿啊。然后再看看，再没啥了，等着发现有啥机会，咱到时候发出来，大家一起讨论，好吧？